今天来逛逛淮安的河下古镇。吴城故居旁边就是河下古镇，这边遇到一个魁星阁。魁星阁这种建筑在很多地方看到啊，学子啊，他们在科考之前祈求他们的文运，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吧。这边就是一个状元楼，这好像是来到那个淮安的另外一个著名景点了，沈坤状元府。来的稍微迟了点，明天再来。然后这边就是河下古镇，这个古镇从地图上看还是挺大的哦。现在这年头，稍微大点的城市都得高压古镇。挺妖娆的，这条小水沟从那头一路过来，烟雾缭绕啊，应该是喷的水雾啊。估计晚上再上点灯，效果绝了。状元里有啥？这里面的私家小院搞得还很不错哦。哎，为什么这全是公鸡啊？这是为了早上多上几闹钟吗？效果一般来说是小于1个闹钟，全部掐掉笃定起不来。好吧，这古镇被修得很新了。完了，这又开始挑战我的认知了。这一眼看过去，我能看到6个水井。这儿还有一个淮安河下三官殿，又刷新了我的三观。哎，不对，三观应该影响不了，又刷新了我的认知。这年头要没点文化，在路上可能都被尿憋死。我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这幅图我有点奇怪啊。我理解应该是北斗七星位置跟季节的关系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这个状态就是春天。为什么春天到夏天会掉180度？还是这两个反了？这有啥 ？Everybody, it's show time！ 哇，蟹黄汤包，哎，好像是在我攻略当中的一个饭店。说这家吃汤包好像不错，是偶然逛了，已经晚餐时间了。倒是可以考虑吃一下。哇，这么高的包子笼，看下价格啊，也不贵，挺好的。哦，这个灯我很喜欢。刚才拍那些包子饺子都没了，那属于早茶的。晚饭的话，那只能吃个炒菜了。点2个这个店里的特色，一个蟹黄汤包，还有一个平桥豆腐。蟹黄包其实哪都能吃到，看看淮安的有什么与众不同吧。其实应该算是个景区的店啊，但是5点半开门，这会儿5点40基本上坐满了。拿个手机对比啊，30块钱的一个包子，他这边常备吸管啊，大家都是来吸这个，好像也没怎么吃过这种需要吸的蟹黄汤包，怕被烫着。我先去搜一下怎么吸，别吸破舌头了。这个问了 AI 说很简单，等一会儿就行了，就是先扎个洞，让空气进去一点，散散热，是吧？这好，这个好，平桥豆腐。好像这不是蟹黄味儿，是这个鱼汤味啊。一点点吸的话，一小口品尝的感觉很到位，就是你吸一点点就可以很鲜，吸一点就很鲜。确实有被烫到。哎，好，我来看看这个平桥豆腐羹，这是一个小份的，是淮安的名吃，它到底是什么一个味儿啊？作为一个江苏人，其实这玩意肯定很多地方都吃过，我只是想看看淮安，对吧？又是什么老字号的一个店，它能做成啥样？没事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有点意思，不过也算是淮安名店啊。剩下来没什么好讲的啊，这个是属于干饭菜色，青椒肉丝加米饭，继续吸，摆一会儿之后，这明显温度下降了很多，而且也能从里面吸到一些蟹黄的味道。蟹黄汤包呢，你要喝汤的，里面的这个馅儿其实基本没有，汁水为主啊。我也是好久没有吃这个需要吸的蟹黄包了，自我满足一下吧。刚才那个大包子已经在我嘴里了，小贵，但是味道还行。这个羹搞点饭点，哎，每天补充点蛋白质，下饭菜搞里头。今天晚饭就算圆满了。这盘青椒炒肉丝20，这个羹呢8块，这个米饭不要钱，那个包子的话要30。青椒肉丝是真的啊，就走到哪都是下饭神器。光盘，哎，应该尝尝看这个灌汤蒸饺的，不管是价格还是口味的话，都让我很满意啊。已经傍晚了。这个古镇终于有点古镇的感觉了，吃饱了饭逛逛就属于消消食了。哎，逛到这个文楼汤包的楼后面了，看师傅怎么做汤包的。哇，我在想，我要是这师傅天天一边做包子一边被人拍照，得有多大心理压力啊？哎，这2种馓子有区别吗？一样的啊，一样的是吧？怎么卖的这个是10块钱一包啊？10块钱啊，是这样的，10块钱一包是吧？对。哦。
他炸的那个馓子的东西，小时候也是南京经常能够吃到的，我一直不知道是哪里的特产。然后我这次在江苏旅游，也是每个地方基本上都能看到。但是我刚才好像才知道，它应该可能是淮安的特产吧。为了谨慎，我用 DeepSeek 问了一下，这个馓子好像全国都有，安徽啊、江苏啊、山东，起源于这个寒食。好吧，大家吃得开心。我基本上在所有景点都有风吹过去。哦，原来我在花巷啊，您这就有点克苏鲁了。应该是苗族的服饰，淮安我看好多人穿这样的服饰在街上照相。赠楚州郭使勋，淮安呢以前也叫做楚州啊。河下镇呢当然得有条河啦。千年古镇河下，周恩来总理故乡，这我知道。为什么说是三部名著诞生地呢？首先，吴承恩是淮安人，赖安呢也是在淮安写了《水浒》啊，罗贯中呢在淮安写了《三国演义》。所以说呢，中国4大名著有3部，它的诞生都和淮安有关。这氛围给震撼到了，上面写着红玉堂啊，看这个造型也是一眼梁红玉啊。哇，这灯光，这雾气，这水景，我看起来这晚上这古镇这边还蛮好看的。昨天来了没有逛成的状元故居，今儿来好好逛一下。在这整个这个沈坤状元府里面，这个状元楼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建筑，它是独立的突出在整个状元府景区外面的，这种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状态啊。登科状元及第，沈坤呢，据说是淮安第一位状元，年纪轻轻就先中举，后中进士，并且也是以一甲第1名的身份成为了状元。但是呢，因为他过于刚正不阿，不愿意和当时的朝中奸佞同流合污，于是被冷落了10几年。后来当官没2年呢，因为母亲去世，回家守孝。守孝的期间呢，因为倭寇呢侵犯淮安，于是呢他又散尽家财，招募义兵，击败了倭寇。等到皇帝呢听为他的事迹，提拔他去北京当官，结果还没到任上呢，又被人诬告，下了诏狱，最后冤死狱中。沈坤状元府这个景区呢，也是在当年沈家废弃的老宅上重修起来的。那也是希望大家记住这样一人物，他的这样的一段故事，也希望发生在沈坤身上的悲剧不要再重现吧。平门，这都应该都是当年历史的纪念啊。这里还有一个揽秀楼。沈坤虽然是个文状元啊，但他的成名，他的人生大事，却是在疆场上通过剿灭倭寇这样的方式来展现的。你要不说这个场景，谁知道是一个状元，分明是一位武将啊！推演用的沙盘算了文明。哎，这个就很像兵棋啊。哟，这还是淮安的地形图嘞。弓箭，当时的甲胄，这个园林还蛮有感觉的。再看一下这个水中的石阶。沈坤这个人呢，据说和吴承恩的关系特别好。他丧母回家奔丧的时候呢，他母亲的墓志铭呢，还是吴承恩帮着他写的。吴承恩这个人呢，是仕途不太顺。沈坤呢，虽然高中状元，但他的整个人生呢，也挺冤的。哇，这个建筑格局倒是从来没见识过。放鹅亭，好吧，难怪来这儿有只鹅呢。还不止一只。这现在景点更流行放鸡鸭鹅嘛，这2个对我有点无动于衷，态度有点冷漠。告辞。沈氏宗祠，还有很多沈家的后人在这里献花。好，我们了解完了这位状元的故事。